各位诚心诚意的朋友们，大家吉祥。我们今天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个题目，就是如何从悲伤走出来。从去年的疫情到现在，尤其是7月、8月乃至9月初，我们看到各地的疫情，除了印度有降了下来，反而是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都是万升。这然而当中每天过往的有将近200人到300人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人确诊了，我们心里面会害怕、忧郁、担心，不知所措，乃至因为有人家人过不了这一关，往生了，他内心的悲痛，内心的难过、伤心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也有听说，父母亲双亡，剩下3个小朋友，也有人的家庭是阿公阿嬷往生，接下来爸爸往生，妈妈往生，就剩下几个小孩啊。也有人内心有一些自责，说：“哎呀，本来我的爸爸妈妈好好的，我从乡下怕他2个人啊，我把他带来我家里面，哪里知道来到家里面反而是确诊了，怎么办？”总而言之，这种悲伤的过程，我们要怎么办来度过呢？第一个，要承担，要接受，因为这个疫情，它专门是攻击肺，尤其是老人的呼吸道，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因为 COVID-19 而往生，而是因为这个细菌影响了他的过去的陈年旧疾，而引发出来的叫做宿疾，就是过去的这个病，而造成了一些牵连而往生。所以当我们家里面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真的我们要接受，我们要承担。然而不要有遗憾就好了。就比如说，万一真的确诊了，我们把它做最好的安排，送到医院，或者是在家里治疗。万一是在家里往生，我们也要接受，把它最好的、圆满的做完佛事，乃至参加寺院里面的49天的超度。大家不要忘记，虽然看起来往生是一件我们的亲人离我们而去，心里面会难过，可是这份亲情、这份爱从来没有离开。我自己一个例子来说，我的父亲从8岁往生，我的母亲她活到95岁，当然往生15年了，将近15年了。可是在我的心中，她没有离开过啊。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面，因为我的思维里面永远有他的这份恩情，所以只不过他们是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度去了。有些人有信仰的，他移居到极乐世界，来自道教的世界、基督教的世界，来自回教的世界。我们当然也希望人可以重新再来投胎，来人间投胎。我们为亡者诵经、抄经、念佛，为他做种种的功德，让他的福德增长。这个对亡者是一份心意，我相信这一定能够抚平大家对过世的亲人的一份思念。然而也有些人因为这个疫情染疫了、失业了，或者受伤了身体某个部位，目前还会喘，还会辛苦的，我们要用时间来治疗，慢慢的来恢复。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付出更多的关心，
我们走过失去亲人的悲伤，我们走过因为疫情感染生病的辛苦，我们更有同理心去帮助别人。某一个晚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好匆忙的一个电话，他告诉我说：“请问你们这里有氧气机可以借吗？”我说：“有。什么情况？你告诉我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很辛苦。”我说 ：“OK， 我明天安排，赶快把这个氧气机送过去。”他说：“请问有药可以吃吗？”啊，这个药我就不能随便，因为我不是医生。我跟他说：“明天我再找一个医生跟你对接。”果然呢，这个医生打去给他之后，告诉他不要害怕，怎么样的一个用药，真的是在家里面隔离不行，赶快到医院去。又在一个晚上，他又打来了，他说：“怎么办？我现在比较好，可是我的儿子确诊了。我的儿子才17岁，我不要失去他。”我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现在从心里面要先安定下来，好，按部就班，先给你的儿子，来吃些什么医生吩咐的药，然后你自己在最好的时间之内给他测他的氧气。假设没有缺氧的话，就不必害怕。”终于熬过了漫长的晚上。第二天，他告诉我说，儿子没有发烧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各位，我们不能只有悲伤、只有难过、只有沮丧，而是要求助于，怎么办？我家里有困难了，我要赶快来向我的认识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怎么办。自然就有一些因缘来帮助你。我不认识这个打电话的人，但是我愿意用电话跟他沟通，再来就介绍了一个医生，让他去做对接。所以各位，平时要广结善缘，我们发出来的光跟亮，好奇怪的因缘，它一定会回馈回来。所以这一次，我看在整个疫情当中，谁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共业，所以我们更要了解佛法的真理，它是很科学，它不欺骗的，不怪力论神的，而是当下我们要来接受这个共业。但是在共业当中，因为我们平时有造了善业，而这个善业就能帮助我们来超越了这个困难。所以当我们悲伤难过呢，要转为正念，转为力量，转为光明。虽然心中的承担负担是很辛苦，不过黑暗的尽头就是曙光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经过了失去亲人，我们经过了生病或者是确诊，我们也经过了失业，我们也经过了种种的挑战，不要紧，我们佛光山佛光会关心您，我们尽力而为，三好食物栏尽力而为，防疫暖心包尽力而为，我们用电话来咨询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大家回头来看，我们会是带着微笑的来感恩这一切考验我们的疫情。所以各位，遇到困难不必退却，不必害怕，我们一起来有信心、有力量、有佛法，超越一切困难。阿弥陀佛。